大家中午好，好长时间没有做 K 线技术分析辅助指标相关的视频啊。那这一节我们就讲一下大家伙非常熟悉的 MACD。我发现很多朋友虽然很熟知这个辅助指标，但是怎么样有一些误区啊，所以我根据多年的实战经验，跟大家分享我的 MACD 使用的一些心得啊。然后我们看一下指数平滑移动平均线，这个指标是1970年代由杰拉德·阿佩尔提出来的啊。然后我们可以看见图形的计算方法，这个地方我强烈建议大家什么叉，不要研究它，没有用。为什么说没有用？我们不是数学家，也不是杠精，也不是研究辅助指标、贩卖辅助指标的人啊。我们是什么？通过这些所有的 K 线分析方法以及辅助指标的应用去博得我们所追求的利润、盈利就可以了啊，其他的根本不重要。我们即便把它研究的特别透彻精确，对我们的收益没有太大的影响啊，没有意义。然后你要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扔在这里边，就会进入一个坑死循环啊，所以非常不划算。所以之前我也经常说过一句话，我说 K 线分析它只是术，千万不要掉进这个坑，浪费宝贵的时间。那好，我们回到 K 线，比特币 K 线，然后我刚才加载了一个 MACD 啊。MACD 最大的也是最基本的逻辑是什么？归零轴反弹，回零轴反抽，这个是最基本的逻辑啊。然后大家伙儿熟悉的死叉、金叉，还有就是背离，量能柱的背离。我们找一下，比如说不是很多啊，怎么找不到啊？比如说这儿量能柱更高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价格怎么样了？也是更高，但是在这儿形成死叉，形成背离，然后回跌，不太明显这个例子啊。像这儿也有量能柱没那么高，但价格上来了，也是一种背离，然后会有一些回调。但这种死叉、金叉，之前股票做的多的朋友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啊。但有一点，在比特币当中，我使用过程当中，利用率不是非常高啊。但是有一些情况，它是比较有益的啊。比如说这个阶段，我们说 WXY 调整，或者是 WXY、XZ 的复合调整过后继续向上，这是我大前天的视频应该是。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会发现什么？4小时级别回零轴，零轴纠缠，4小时级别的回零轴反弹成立以后怎么样？一下子暴拉。像这个位置也是一样，4小时级别反弹调整，慢慢回零轴，零轴纠缠，然后反弹。还有像这种直接就是起来穿零轴，直接就回落，然后归零轴没能穿零轴，然后再次反抽下跌。然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什么？量能柱没有那么大，
但是价格更下跌了啊，也是一种背离，所以说它又再次反弹，又到零轴附近又来了一个零轴反抽，然后再反弹，直接穿零轴，然后回零轴，零轴纠缠结束以后反弹。这个是 MACD 实战当中非常实用的一个用法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 MACD 零轴附近反弹，回零轴反弹，然后穿零轴上来归零轴以后反抽，这个是基本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熟悉的死叉、金叉，还有一个刚才我们在这个位置前面那个位置不太明显背离的这种关系啊，也就是这几项是最基本的用法，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最难掌握的，也是最实用的啊。所以大家伙儿千万不要执迷于这些 K 线分析稀奇古怪琳琅满目的辅助指标的应用啊，太多了没有意义。只要我们能根据这些指标预判行情，控制风险，提前做好交易策略就可以了啊。就是往高概率的去下注，错是正常的啊，没有对错，只有高概率。然后希望大家不要执念用某个指标，然后多高概率的去预判对行情，不要有这种执念啊。对了就吃，错了就止损离场，一定要贯彻到底。那好，这一节就讲到这儿，祝大家交易顺利。